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很多人都说面具人的频道太可怕了，看完面具人的频道都会有着深深的绝望感，总觉得面具人的频道不能够给你们激情，你们都害怕面对冰冷的现实，是不是？感觉很绝望，是不是？觉得面具人的频道没有激情，是不是？那今天面具人就要继续来刺激大家。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呢，会更加的让你们被刺激，会更加的让你们感受到冰冷的现实。为了方便大家能够以更加正常的心理状态来理解今天要讲的内容，面具人先给大家来感慨一下吧。面具人今天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激情，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现实。好，咱们首先来讲绝望。首先呢，面具人敢肯定在座的各位，我敢肯定你们从来都没有走到过真正绝望的地步。如果你们真的走到过真正绝望的地步，你们大概率是很难能熬过来的。大部分的人在绝望的环境下是活不下来的。你们之所以还能够在这里坐到这儿，悠哉悠哉的看着面具人的影片或者是其他的民主大师的影片证明你现在不绝望，懂了没？你如果现在绝望，你肯定是在想办法，在头疼呢，知道不？你肯定没有闲工夫来看我们这些嘴炮的视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你现在一直的接收错误的讯息，一次次的进行误判，那可以肯定的是，你会距离绝望越来越近。就像吴建民、江峰、文昭天天给你们制造希望，尤其是吴建民喜欢下定论，从说林郑月娥要完蛋要坐牢，再到说奥巴马要完蛋，希拉里要坐牢，中共要死了。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事情都是与吴建民下的定论再往相反的方向来发展，那我们就可以反着听吴建民的话，是不是？这才是事情的结果嘛，对不对？没人坐牢，林郑月娥也没坐牢，希拉里也没坐牢，奥巴马也没坐牢，中共呢也没完蛋。那这里面呢，中共得到了被别人小看，从而实现了乌龟战术的发展机会。而吴建民、江峰、文昭这些民主大师，他们骂中共骂的激情，你们也听得爽快，他们把钱赚了，你们爽了你们呢，观众朋友们，咱们来看看习近平民主大师还有观众老百姓这三方形成的食物链当中这三方的赢家都有谁都有谁嘛？观众朋友们，你们思考出来答案了吗？习近平赢得了装怂发展的机会，吴建民、江峰、文昭这些民主大师也利用这个机会，天天说中共快死了，把钱赚了，把狗粮赚了，把打赏赚了，名气也赚了。你们呢？你们呢？在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误判当中，使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过得越来越困难，是不是？本来你有时间把心思用在现实生活中，想办法或者是努力去找机会改善自己的现实生活，甚至是你早努力2年，你现在都有足够的钱出国移民了。然而呢，你们却被这些所谓的民主大师灌输了错误的消息，抱着反正共产党还有几个月就倒了，共产党倒了一切都好了，马上就好了，我反正不用努力，只要共产党倒了，生活就会变好，贪官没有了，生活就变好了嘛。你抱着这种心态，你觉得你能好吗？那面具人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全世界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就算是美国、英国，你也是需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凭借着自己的专业技术，你才可以生活得更好，懂不懂？这够正能量了吧？够励志了吧？你反而呢，你去咨询一些这些民主大师给你提供的消息，你不如去咨询专业的律师呀，专业的移民律师，告诉你怎么出国，怎么移民，对不对？那些民主大师给你搞的没有任何执照保证，没有任何的底细保证，
没有任何的法律保证，把你钱骗了，或者说是多收了你的钱了，你又能怎样，对吧？你自己的美好生活是需要你自己大量的研究、钻研、刻苦的学习而得来的。我们这些远在天边的网络嘴炮能够帮到你什么呢？我们能帮到你吗？帮不到你。你们倒是能帮到我们这些网络嘴炮，提供打赏、募捐，提供炮灰，对不对？我们是不会给你们帮1毛钱的，懂了吗？现实就是这样，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对不对？我们能帮你的只有嘴炮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能帮你的人只有你自己，并且呢，你说有别人帮你就算别人帮你了，那也是你自己的本事，因为你有本事能够博得别人帮你，懂了吗？这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这样。民主大师没有那么伟大，共产党也没有那么容易倒。从民主大师怂恿那些香港人上街冲锋，再到民主大师怂恿美国人上街冲锋，结果呢，他们这些民主大师自己却躲在键盘背后撸管，你们就能知道他们这些人是什么货色了。那说到这儿观众朋友们，那你们再仔细想想，现在就能看清现实，做出更正确的举动，会让你离绝望越来越远，还是说你继续听民主大师给你灌毒鸡汤，你继续误判，会让你离绝望越来越近？这是一个很简单却又沉重的问题。回过头咱们重新想一圈是不是究竟哪种思路能让你真正的更加激情，更加的对美好生活，对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加有动力，更加有激情？还是说活在梦里，活在麻药里？这是个问题，你们自己思考。我们可以看一些案例嘛，对不对？那我刚才说到了香港人上街冲锋的问题就是面具人开篇给大家讲的内容的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我刚给你们讲了这么多的面具人的感慨咱们总得有一点案例吧。好，来看这个新闻。香港知名人士、民主活动人权运动家罗冠聪宣布已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在周一，也就是12月21日，在英国卫报的一篇做客评论中说道，他是首位决定在海外流亡的香港前议员。那说到这儿，面具人想点评一下首位不首位，这个面具人我不知道但是那么多的香港人，那么多的香港议员申请没申请移民，申请没申请政治庇护，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也很难查，有人愿意透露，有人不愿意透露。但是面具人，我看到某些人自称自己是首位、第一、最强之类的话语的时候我首先就会觉得这种人不靠谱，明白了吗？当然，站在罗冠聪的角度上来看他现在在微博呀、推特呀、国外媒体上面炒作自己。对，你没看错，我说到了微博，我还没说百度呢。党中央大陆媒体也是动用了庞大强大的媒体资源来报道罗冠聪其实咱们想一下嘛，这个媒体发酵罗冠聪的事情，这个事情闹得越火热，对他罗冠聪越有利，对吧？尤其是中共这边的喇叭声音越反对，越对中共越有利，中共的反对声音越大，越有可能促成罗冠聪的政治庇护。这一点面具人相信绝大部分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是不可否认的吧？行，那咱们你我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你说中南海里面的那些老妖精、谋士、传媒专家、政治专家、阴谋专家，他们能想不明白吗？中共真的要是不想让罗冠聪移民的话，他直接可以玩翟东升那一招哎呀，罗冠聪是我们的人呀，为什么香港能在这20年被我们中共控制？就是因为香港民主派里面有我们的人呀，我们能搞定他们呀，罗冠聪就是我们的人呀。观众朋友们，你们想一下，如果说这种言论一讲出来，再配合民主大师大肆宣传，网军五毛推广一下，
那罗贯聪就直接废了呀，罗贯聪就被钉在了中共间谍的这个耻辱柱上面呀，他移民肯定就甭想了，对不对？就等于中共把罗贯聪名声上搞臭了，对吧？所有的民主人士都会排斥罗贯聪，认为他是共谍，对不对？那这种套路为啥不用呢？那为什么中共还要配合罗贯聪来替罗贯聪增加声誉呢？其实呀，通过民主大师这些所谓的被迫害者、人权人士啊，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对西方民主的破坏，确实是让中共尝到了甜头了呀。尤其是王丹啊，王丹把陈水扁都能坑了，台湾总统呀，连带着把民进党也坑了，让民进党好几年都抬不起头。这个王丹的事情啊，咱们后面再说，因为这个内容太劲爆，咱们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来讲。好，我们先来具体看看罗贯聪是怎么解释他申请政治避难的事情啊。首先呢，面具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罗贯聪他自我辩解的文章啊。当然了，还是老味道，煽情为主，感谢情怀，感恩天下，星星点灯的那种感觉，哎呀，感动死人了。来看罗贯聪是怎么说的：冬至是一家人喜庆的聚会的日子，准备迎接寒流的到来。来到2020年的香港，对很多人而言，能够与家人团聚已经是奢侈了。城内被囚禁的，城外流浪异乡的，无不惦念着团聚的时光，以及在正常日子的点滴。当然，我也会挂念香港的一切，以及仍在铁栅栏后的诸位同伴手足。罗贯聪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他是英国人了，不回香港了，懂了吗？来继续看他是怎么说的啊。然而，官媒喉舌将我列为国安法下的通缉犯，已经印证了香港一日被暴政笼罩，我也无法重回我的家乡。而日后若要续领香港特区的护照，便必须进入中国大使馆办理手续，这与自动送中无异。也许当时我便立刻被中共法办了。面具人在这里给大家标注一个关键点啊，罗贯聪说的是香港特区，他并没有说香港2个字儿，懂了没？你们这些香港炮灰天天说香港是香港，大陆是大陆，你们的精神领袖罗贯聪都说了香港特区，听懂了没？这后面还有更劲爆的，你听面具人我继续给你们讲嘛。假若我再不行动，我就只能成为一个没有护照身份的人。经历了一连串的思想挣扎后，我决定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成为流散在全球各地的其中一位香港人。也许大家早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英国严谨且高门槛的政治庇护审批，那我作为其中的一位拥有媒体资源的流亡者，我和其他的申请者都会走过同一样的程序，了解到当中的繁复以及问题。这个经历令我更能向英国政府就如何便利香港手足提供意见，并再次透过我的个案来引起英国政界上下对香港流亡者们的关注。目前在我的倡议工作中，如何能令在英国的手足、英国的香港人得到更切实的援助，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那说到这儿啊，面具人我也吹一下牛逼啊，罗贯聪是媒体从业人士吗？罗贯聪还自称有资深媒体资源，那面具人我也是有10几万的真实订阅呀，我亲手在一个破烂的车库里面单枪匹马的，没有任何团队的做掉了陈秋实，那我算不算资深媒体人呀？有几个非专业媒体人能够有面具人这样的战斗力呢？啊，别说非专业的，算你专业的啊，方舟子有吗？崔永元有吗？他们在油管的影响力有我面具人大吗？虽然说他们在大陆有党撑腰，
但是呢，在墙外呢，他在我面具人眼里面就是个渣子，懂了吗？啊，面具人我都不敢说我是资深媒体人，我连一个脸都不露的人，战斗力都爆了这些人了。你说这些人吹牛逼还要点脸吗？面具人我承认我不要脸，而且呀，罗贯聪什么时候成为媒体人士了？他不是搞革命运动的吗？他不是做这个议员工作的吗？并且呀，现在到英国了接受采访也不忘给自己做移民政币生意打广告要开始帮助海外的香港人了，还帮香港人做移民政币咨询究竟是罗贯聪帮助海外香港人呢，还是说罗贯聪以后成立一个民主基金会，让海外的香港人帮助他呢？这是一个问题呀，对不对？咱们看完罗贯聪讲的什么，面具人再告诉你们一个逻辑，你们就会觉得更绝望、更恐怖，好不好？咱们继续看无论身在何方，我永远都不会放弃香港人的身份，也会为这个代表着意志、勇敢、追求自由的身份而自豪。而香港人面对强权的战斗，也不会因为我们被逼离开家乡而止息，身处海外，我唯一能够回报香港的，只有永无休止的向政权缠斗。纵使天空依然黑暗，我们仍不能熄灭内心的火光，希望在世界各地的手足都在冬至平安，凝聚成更重要的力量，守护着香港的文化价值。看完了吧？本来这些煽情的废话，面具人我都不想念的。面具人我现在真的是不喜欢看华人的政治新闻呀。我每次看到这些人装逼呀、煽情呀，我就感觉到恶心，我他妈的心脏受不了了，你们知道吗？咱们来想一个逻辑罗贯聪的这种行为爆出来，至少会有1/3的香港人会觉得自己被耍了，自己被抛弃了。我给罗贯聪捐款，我们支持罗贯聪是想让他改变香港的，而不是让他拿着我们的钱跑路的。结果呢，罗贯聪把钱撸够了，自己跑路到英国了，却要我们这些本地香港人继续上街抗争。那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嘛，这是哪门子的逻辑？这还有没有天理了？你不用怀疑的，肯定会有很多香港人喷罗贯聪的。那罗贯聪何必干这种找骂的事呢？咱们想一下，答案很简单呀。罗贯聪现在给自己这样炒作一波，煽情一下，香港的屁民骂他又怎样？毕竟非理性的傻子多，继续星星点灯呀，感恩天下，感谢情怀，支持罗贯聪呀。并且呢，罗贯聪还给自己博取了政治庇护的资本，自己是名人嘛，自己是资深媒体人嘛，自己有媒体资源嘛，自己有民运资源嘛，这都是他罗贯聪的筹码呀，对不对？他给自己政币移民生意也在这个访谈上面打了广告了可以在英国另起炉灶，继续自己的韭菜种植事业，对不对？然后呢，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再想一个逻辑黎智英呀、黄之锋呀、周庭呀，这些所谓的煽动颠覆政府的头目，都是仅仅判了几个月就草草了事了这让那些仅仅是上街游行了一下就被打死，就被扔出窗外，就被扔进大海的香港人能够九泉之下瞑目吗？这让大陆那个仅仅是讲了一句席包子就被判刑判了5年的哥们儿能觉得公平吗？不公平，不公平就对了。面具人早就说过，中共的统治模式是阶级顺位模式，阶级底层的人必须重判，必须重判，听懂了没？阶级上层的人是必须要维护的。人家周庭、黄之锋、罗贯聪，人家再怎么说也是阶级领袖，是阶级上层的人物，懂了没？反对派领袖，听懂了没？共产党自然是要维护他们的。蛋壳公寓，房东逼死租客可以，
租客干死房东就不行，听懂了没？这就是丛林法则的规矩，这不就是华人自称右派、保守派、弱肉强食喜欢的东西吗？那按照丛林法则来看，这些底层香港人被干死，那也是活该，该死，懂不懂？别觉得面具人我说话无情，无情的恰恰是你们把事情逼到这个局面的，无情的是恰恰是你们称赞什么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右派、保守派、保皇派，一味的仇恨排外，步步走错，成就了无数的镰刀、冤案和亡魂。阶级无处不在，不分立场，贵族都是要维护的，你们懂不懂？你们还以立场看共产党，证明你们都是 low 逼，懂不懂？立场不同就不能打交道了吗？那共产党渗透欧洲、渗透西方都是立场不同的呀，他照样渗透呀，对不对？如果说立场不同不用打交道就排斥你，那还渗透个鸡巴呀，那就不用打交道了嘛。立场不同嘛，道不同不相为谋嘛，对不对？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对不对？那你听过两国交战要是一个无名之辈，你看他斩不斩？一将功成万骨枯，而香港人就是下贱的万骨枯，自己当了炮灰还要天天意淫，杀光支那人，杀光大陆汉之畜生，被这些民主特务带节奏煽动对立，实际上呢是自我孤立，懂了没？你觉得仇恨能解决问题吗？能解决问题的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普世价值。没有人会牺牲14亿人仅仅满足你2000万人的。你要明白共产党他是怎么掀翻大海的，他就是因为他抓到了当时中华民国多数人的利益的短板，懂了没？并不是说共产党起步就是5个人要整个中华民国的人给他5个人陪葬，而是他慢慢的传播他自己的为多数人好的思想，懂了没？你香港人能想明白这个逻辑不？还要做炮灰，给这些镰刀做韭菜。好，咱们再想一个逻辑嘛，罗冠聪能在疫情之下，又是美国香港来回飞，又是香港英国来回飞，那面具人的观众不知道有没有对国宝有了解的如果共产党真正的是想要控制你，你别说大摇大摆的走到飞机场了，然后再通过层层的买机票、身份验证、登记验证、登机验证，这样层层的把关，你都通过了以后，你飞到国外了厉害不厉害？国宝要真的想控制你，你连家门都出不了，甚至是你上厕所都会有人盯着你，你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睡一张床上，懂了没？傻逼崽子们，没见过世面，你在那里瞎感动你妈，一群无脑儿，气死我了。哎呀，好，说下一个话题。很多人都知道 Zoom 吧？ Zoom 出问题了。美国联邦检察官上周五对视频会议公司 Zoom 的一名高管提起了刑事诉讼，指控他从事间谍阴谋活动，破坏和审查纪念中国最具政治敏感性事件之一的6·4事件的视频会议。检察官说，这名住在中国的高管叫做金新江，他故意编造理由封了那些搞6·4大屠杀纪念日的那些视频账号，还与中国官员配合确定存在潜在问题的会议。说白了就是搞6·4纪念的，或者是探讨6·4纪念的这些视频账号很多都被封了。于是呢他还贼喊捉贼，指控别人用化名呀、盗号呀散布黄赌毒呀这些消息，故意扣黑锅，把这些人的账号都给封了。那检察官称，登录后呢，金新江以违反服务条款为理由举报了这些会议，并且封了他们的号。检察官说，金新江的行动导致了今年至少4次纪念6·4大屠杀的视频会议被终止，号也被封了。那参加这些会议的用户主要在美国，金新江的英文名是 Julian Jin。 检察官说，他在 Zoom 与中国政府当局之间起到了联络作用。刑事起诉书
指出他是一家美国电信公司的雇员。Zoom 已经在上周五证实了起诉的消息，金星江尚未被抓获，他目前仍自由地住在中国。那面具人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如果是刑事起诉的话，你本人肯定是要被带到局子里面问话调查的，这是至少的，并不是民事起诉。民事起诉你们老百姓啊自己商量啊，开庭呀、打官司呀、找律师呀。但是刑事起诉、公诉这些东西，你本人必须去做备案的，懂了吗？那尴尬的地方就出来了，金星江现在人在中国，你美国并无权利从中国的领土把金星江给带走啊，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就算是有引渡条约，还要层层的审核，还有审判。那这个案件就相当于执法官员对在华经营的美国科技公司发出了一个异常清晰的警告。这些公司常常发现自己夹在言论自由原则与中华审查机构的要求之间。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人应该明白，中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在中国经营的公司来推进他们的国际议程，包括压制言论自由。Zoom 发言人上周五说，金星江试图规避公司内部的控制，违反了公司的政策。目前呢，已经被解雇，其他有关 Zoom 的员工也已经被行政停职，待公司内部调查结束后再做处理。该公司在一份长篇声明中说，已为所有的用户提供了端到端的加密，并对在中国的公司员工访问 Zoom 的全球网络进行了限制。Zoom 的总部位于加州圣何塞，在中国有数百名员工。那其实这个事儿啊，让面具人我感觉到了美国可能会对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雇佣的中国的员工进行更严苛的收紧了，那就类似于中共对在美国的公司的员工都能搞政审，为啥美国不能对在中国的美国公司的员工搞审核呢？如果美国开启了这个领域的话，那中共就会很难受了。哦，对了，说到 Zoom 呀、64呀这之类的事儿，就不得不提到王丹这个人了。64领袖嘛，王丹这个人有意思，他有2位高徒啊，林非凡和黄之锋，分别在香港和台湾都搞过文革。面具人别的不多说啊，对于林非凡和黄之锋这种宣扬的意见不同就拉黑，并且呢，他们的地下党网军无差别煽动仇恨的这种行为啊，他们的这种行为，我就能断定这些人不是搞民主的，这些人都是独裁者。是不是独裁者，看看他们的簇拥就知道了。王丹也确实牛逼，不单有能够大海掀翻小池塘的高徒，王丹自己更可以小池塘掀翻大海。你说厉害不厉害？最近呢，王丹又有猛料被爆出来。王丹也确实牛逼，不但有能大海掀翻小池塘的高徒，王丹自己更可以小池塘掀翻大海。你说厉害不厉害？最近王丹又有猛料被爆出来了啊！给大家看几张图啊。对话中国，所长王丹，副所长向小吉，办公室主任金岩，法律顾问。来看这张图啊。这里面这个名单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老面孔，所长王丹，副所长向小吉，办公室主任金岩，法律顾问李金金，理事会召集人王军涛，理事王丹、王军涛、胡平、苏小康、陈小平、向小吉、金岩、董毅、王天成、王润之、张伟国、林非凡、黄之锋、白晓彤。看呀，港台两岸三地的这些人齐聚一堂呀。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胡平，委员 Perry Link、 陈奎德、夏明、王超华。夏明面具人我等会儿说啊，面具人今天说夏明的问题是压轴环节啊，你们等着看。面具人今天告诉你夏明说的世界观和面具人我给你讲的世界观，你们自己评判一下好不好？再来看这张图啊，洛杉矶
今天听讲座的人满堂了，超想象。王丹高度评价习近平正在为中国民主制造良知，全面接管中共政权的方案也有被披露。再看这张图更有意思，民运大叔王丹带金毛小伙过夜14小时。确实有很多网络传言说王丹是个同性恋 gay 啊。当然了，面具人我不反对这个，因为这是个人的选择，是人权嘛。但是呢，王丹他否认或者他隐瞒你隐瞒，你不承认你是同性恋，你恰恰就是对同性恋朋友们的最大的歧视，懂了吗？有啥不好的，对不对？个人选择问题嘛，有啥歧视的？有啥觉得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对不对？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总统也发推文了，说当年被王丹骗了20万的事情。王丹拿这20万并没有从事民主活动事业，而是拿这20万美金在美国买了一套大房子。而这个事件呢，也被当年陈水扁贪污案所记录下来，直接导致了陈水扁被坑，也直接导致了陈水扁代表的民进党好几年在台湾的政治抬不起头，被一直吐槽恶整，懂了吗？那刚才那个名单里面提到夏明了顺便来说一下夏明。夏明这个人呢，之前和轮子的领袖呀、自由亚洲呀，包括那些什么 VOV 呀，还有龚小夏呀，还有那些极端川粉，还有吴建民，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称兄道弟的。之前天天称兄道弟，可是呢，在大选前后就开始痛批之前的战友了。而且呀，你们仔细看看夏明呀，装逼的不得了。我们看看夏明在美国的地位，还有专门的人为他吹喇叭，看夏明的上升速度，就不能排除这个人瞬间转向，开始挺拜登，是否值得我们相信因为夏明他的学术理论很一般，并且呢，他的这个知识领域也很一般。为啥一般？等一下面具人给你揭秘嘛，咱们一步一步看。首先面具人在这里想给大家说一下，不管你支持或者是你对立的观点，我们都要看一看他们说他们的，我们看我们的，然后呢自己研究这些言论是否值得我们相信，这才是最关键的。其实面具人我要说的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别人的政治观点，正派反派你们听听就行了，自己要多方分析、调查、取证、研究。还有，永远不要把我们这些网络嘴炮当个人物看，永远不要把我们这些网络人物当成你的现实偶像去看，我们只不过是靠你们混饭吃的，懂了吗？你们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我们这些网络嘴炮在现实生活中很烂的。你看面具人我这个居住环境，我就是最烂的那种当然了，他们比我好一点，因为他们有狗粮拿嘛，面具人我没有，对吧？那至于夏明这些满嘴仁义道德，实则处处装逼的傻逼更烂，那就不用多说了。至于这些民主大师到底有多烂，你们自己打交道试一试才知道。别说面具人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受骗别说面具人我跟轮子他们一样，阻碍你去看别的信息，阻碍你去和别人打交道。你去去和他们打交道，打一打交道你就知道了嘛，何必听面具人我说呢？对不对？昨天夏明的徒弟还和面具人在推特上面辩论，帮夏明维稳，说的那些理论都是陈芝麻烂调子了，说中共傻子白痴弱智，中共要死了。那面具人我想说夏明的这个徒弟居然连资本、人口、技术和政治的关系都讲不清楚，讲不过面具人了呢，就给面具人我扣帽子，对我进行人格攻击然后呢骂完了以后骂爽了，把面具人我拉黑了他的论点是什么？跟夏明是一样的，一味强调技术呀、创新呀，讲不过面具人，就把面具人拉黑了。不开玩笑面具人的会员
看了面具人的节目，提高了智商以后，引用面具人的政治观点，在纽约大学做大学论文，那都是满分呀，人家教授还专门写邮件夸奖他了。这些傻瓜蛋夏明还有他的信徒啊，还说技术革命就能终结中共。哎，面具人我都想说，这些脑残分不清创新和抄袭。创新很麻烦的，很费脑筋和精力的，但是抄袭很容易。中共的底线是什么？中共的底线就是有同归于尽的武力，然后呢，用血统政治打接班人战争，一点点的超限战。中共的政策可以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累积下去，而民主政治会经常因为党派不同、选举人换届总统换届，导致政策瞬间变相，无法连贯，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劣处，懂了吗？没有完美的制度，懂了吗？中共玩的是什么？你创造一个，我抄袭一个你不让我抄了，那我们大不了扔核弹嘛，你有本事你来打我，不行对射，是吧？是男人就来射一下，对不对？你还说技术，除非你的技术能让中共1秒钟瞬间从地球上消失，不然中共也就可以拿核弹与你同归于尽，并且呢，在物理武器之上还有意识形态武器，就是腐化和堕落。全世界都有贪婪的人，对不对？你说创新革命，现在这个社会就恰好很难创新革命。科技公司看到新的产品对自己有威胁，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垄断创新，甚至是消灭创新。就像爱迪生对特斯拉做的事情那样，很多科技公司封存了很多创新的东西，不拿出来用，为啥？首先前期投资太大，后期市场回报未知，那不如更保守，保守派嘛，对吧？华人不是喜欢说保守嘛，那就保守嘛，不如现在继续撸钱更好，何必激进，何必前进探索呢？而中国模式玩的就是，你说科技公司有技术有实力，那权贵们也有政治呀，有洗脑呀，是不是？我生来就是统治者，我生来就是科技公司的老板，我为什么要给奴隶平权？中共向全世界要证明奴隶制是更好的制度，你是权贵，你也不想给别人分财富，对不对？咱们首先来看华人这个群体，有钱的华人谁愿意去帮别人？在美国据数据统计美国社区的华人是非常反对有色人种进学校平权学习的，懂了没？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孩子能不能进这个学校，但是他们的孩子进了这个学校了以后，他们是极度的反对学校推出的这个按种族比例人数招收学生的这个政策的，知道不？那你是权贵，你也不愿意与别人平权，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财富，对吧？那好，我现在是习近平，我告诉你，你是权贵，我有一套方案能让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孙子的孙子、你的孙子的孙子的儿子永远有享受不完的财富，永远有享受不完的奴隶，你愿意不愿意？至少有一半人会动心吧。夏明的傻屌徒弟还给面具人我说技术革命，那面具人我在这里就告诉你们，技术越革命，百姓和权贵的战斗力差距也就越大，懂不懂？高科技奴隶制见过吗？你在古代你拿起菜刀就可以革命，你在现代你试一试，你拿菜刀给我砍一下坦克，你拿菜刀给我砍飞机试试，你别说砍飞机了，你只能在家打飞机。夏明的徒弟就是这水平，夏明本人放出来这些垃圾崽子造谣，真不怕丢人啊！创造力的锚点不是创造力本身，是以市场为中心，尤其是现在人类社会。所以为什么游戏公司呀、文化公司呀，包括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都愿意接受中共的审查，就连比尔盖茨、谷歌都不例外。你可以这么理解，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而科技公司的老板的科技就是用来造福老板的。那怎样造福老板？有更多的奴隶就能造福老板，懂了没？
有更多的奴隶就能更造福老板。这就是中国模式输出的锚点。这帮傻逼还说科技革命能够消灭中共，你当中共是死的？你下明一个被中共淘汰的垃圾都能想到的问题，中共能想不到？中共不会自保而去搞科技吗？嫦娥都上天挖土了又回来了，你看不到吗？中共所谓的创造力，所谓的科技创新，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中共搞科技都是自保行为，你知道吗？如果说中共全世界无敌了，他绝对不会发展科技的，他只会把所有的精力用来世世代代奴役人民的。但是在这个战场之外的跨维度作战才是中共擅长的。你不要给他说创新，你不要给他说科技，中共就是喜欢把所有的事情搅成一滩浑水，搅成一团搅屎棍给你搅啊。比如上一次全球共产主义浪潮并不是靠科技和枪炮，很多共产主义都是国内意识形态颠覆自发的搞政变。里根终结苏联也是因为里根表面用科技战引诱苏联打星球大战，甚至呢搞出了一幕幕的登月戏剧，把苏联引诱到走到了军工和科技的高投资误区，而里根却用成本极低的意识形态输出打垮了苏联。那你告诉我，是科技革了美国的命，还是革了苏联的命啊？那夏明就这水平呀，真蠢呐！咱们还有一个哲学问题嘛，那就是科技发展、科技革命。科技发展到了机器人可以替代劳动力了，替代人类了，那是不是多余的人类就可以被淘汰掉了？只有掌握科技的权贵才有资格享受地球的资源，活下去，是不是？夏明这种水平还真尼玛的是马克思的好学生啊！那说到中国模式，好了，讲今天最后的一个新闻啊，看完了你们就会对世界有真正的认知了。南华早报与英国的金融时报相继报道指，在谈判有了大幅进展后，中欧投资协定可望在今年底签署。这对中国与欧盟来说都是重大的外交突破，即便欧盟也在努力地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布鲁塞尔的一名高级外交人士形容，中欧投资协定若签署，对于美国关系破裂的北京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消息人士指，欧盟两位最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悉已同意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的德国宣布，18日将在27个欧盟成员国的代表中讨论这份与中国的投资协议。消息人士称，负责贸易谈判的欧盟委员会已经取得了突破，因为中方同意为欧盟企业开放更多的市场，包括金融服务、制造业和房地产等领域。作为回报，欧盟放宽中国投资其可再生能源市场的限制。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中欧投资谈判十分激烈，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仍有一些重要而悬而未决的事情。本周谈判仍在继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表示，今年以来，中欧双方克服疫情的影响，共举行了10轮关于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目前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相信只要双方照顾好彼此的关系，坚持相向而行，就能实现双方领导人确定的谈判目标。欧盟和中国已经就投资协定进行了7年35轮的谈判。报道称，双方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要求中国遵守国际协定规定的劳工权益。欧盟也说，欧盟期望中国确保充分尊重法治，建立公平审判保障，并彻底调查所有报告的任意拘留、虐待和折磨人权捍卫者以及其家属的案件。声明最后要求立即释放他们。尽管欧洲对中国的人权记录，特别是中国在香港打压和对待维吾尔族人的做法表示严重的关切，但有关的投资协议的谈判仍然取得了进展。12月12日，欧洲中国商会在北京谈到协议进展时表示，非常有望在未来几天内达成一项政治协议。
历经了7年的谈判，中国与欧盟这2个经济强权渴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尽管欧洲对中国的人权记录，特别是中国在香港打压和对待维吾尔族人的做法表示严重的关切，但有关的投资协议的谈判仍然取得了进展。12月12日，欧洲中国商会在北京谈到协议进展时表示，非常有望在未来几天内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历经7年的谈判，中国与欧盟这2个经济强权渴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降低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看好了啊，这里强调的是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懂了吗？那反过来说，人权呀、自由呀、民主呀，只是欧盟跟中共讨价还价的这个价码，而真正的目的是欧盟能进入到中国市场赚钱割韭菜，懂了没？那既然欧盟进入了中国市场割韭菜，你觉得中国老百姓他的民主到底是靠欧盟还是靠老百姓自己，对吧？并且呢，中共的超限战成功就在于全世界现在都因为疫情经济被毁得差不多了，那不赚钱不行呀，不低头不行呀。怎么低头？跟中共搞中国模式呗。啊，马克龙不是喜欢右转吗？默克尔不是也是这个共产主义过来的人吗？啊，大家都想回归皇权政治，是不是？这个新闻面具人看到这里，我只想说啊，什么创意呀、人权呀，这些玩意儿啊，你们看到底呀，都是为资本服务的。那资本是为啥服务的？资本是为权力服务的。资本家可能还看钱，那习近平这些人连钱都不用看，知道吧？老子有权就是钱。为什么中共有底气、有魄力去搞数字货币？那就是因为数字货币是以中国人的市场、中国人的劳动力为锚的，并且呢是以物易物为锚的，知道不？中共现在敢胆大妄为的推翻正常的货币体系啊，以数字货币去搞全世界的贸易。数字货币是啥嘛？数字货币就是个计数器，说白了就是以物易物。他看明白了，资本就是一切，没有资本什么都没有。对于欧盟来说，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民主重要还是面子重要？饭碗重要还是面子重要？中共的这种玩法就是根植于人性的。欧盟是要钱还是要人权？你自己选。谁能选前者，谁能选后者？面具人不知道。反正很多民主大师啊，表面上选后者，实际上选前者啊，这都有可能。但是我知道很多华人都选择跪拜在夏明还有民主大师这种傻逼，尤其是夏明这种傻逼的脚下。你们说是不是？留言告诉我。